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可能很难想象哦，一场发生在几千公里外的中东战争，为什么会跟你的饭碗、跟你未来几年的职涯发展有这么直接的关系？听起来很扯，对吧？今天我们就要来把它拆开来看，聊聊在这个 AI 时代，地缘政治的风险是怎么冲击科技业的。然后还有一种叫做 AI 代理人的新技术，又会怎么彻底改变我们工作的方式？好，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会带大家走一趟，从全球的大局势一路看到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。首先，我们会来看看 AI 产业背后那些你可能从来没想过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。接着，我会介绍一个很有趣的新角色，他有个绰号叫小龙虾，也就是 AI 代理人。然后我们会点名两个已经被这波浪潮冲击得非常厉害的产业。再来，当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，你的工作到底会不会被取代？接着，我们会把视角拉回台湾，看看我们自己面临的挑战。最后，我会给你一份在 AI 时代下非常有用的生存指南。OK，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今天第一个重点 ，AI 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AI 不就是程式码吗？不就是在云端上跑的东西吗？感觉很虚幻。但你知道吗？其实它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实体、非常物理的，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很多。所以问题就来啦，一场远在中东的战争，到底是怎么有办法引发全球性的 AI 泡沫化危机？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级反直觉？但你先别急，我们来把它拆开来看，你就会发现这背后的逻辑链不止清楚，而且说真的还蛮危险的。你想想看哦，这整个连锁反应就像推骨牌一样，一块倒了，全部跟着倒。首先，第一张骨牌就是能源。中东一打仗，能源供应可能就断了。全世界有20%的石油要经过荷默兹海峡，而这些石油几乎都是卖到亚洲的。好，能源一出问题，第二张骨牌就倒了，硬体。亚洲是全世界的硬体生产中心，油一断，整个供应链可能就停摆。再来，第三张骨牌，基础设施。很多 AI 资料中心为了便宜的能源，都盖在中东。那战争一来，这些地方不就直接变成攻击目标了吗？风险超高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张骨牌，钱。中东的主权基金是 AI 产业的大金主，战争会让他们的钱缩水，那投资 AI 的资金自然就断了。你看，从能源、硬体、基础设施，再到钱，哇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在一瞬间就断掉，这才是 AI 泡沫化真正的风险所在。不过，有趣的地方来咯，就在这个全球供应链感觉快要断掉的同时， AI 技术本身它可没停下来耶，它反而还来了一次，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跳跃。这个新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头戏 AI 代理人，英文叫 AI Agent， 它还有个超传神的绰号叫做小龙虾。它的出现代表 AI 已经从只会回答问题，正式进化到可以采取行动了。那到底什么是 AI 代理人呢？简单讲啦，你不要再把它当成那种只能跟你聊天的机器人了，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现在是你给他一个目标，比如说，帮我规划一个5天4夜的东京自由行，然后把预算内评下最高的机票跟饭店都订好。你跟他讲完，他就自己去上网查资料，比价钱，下订单，把所有事情都搞定为止。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，这样你可能会更清楚。你看哦，过去那种生成式 AI， 像 ChatGPT， 它比较像个顾问，对吧？你问问题，它给你答案。但是未来的 AI 代理人，他是一个员工，你给目标，他完成任务。这个转变真的很关键。这就等于是帮 AI 装上了手跟脚，让它真的可以开始在真实世界里面做事了。好，那讲到这里，你应该就懂了，为什么要叫它小龙虾，对吧？这比喻真的超贴切的。你就想象那个很强的 AI 模型，像是 OpenAI 的 GPT-4，就是大脑，负责想事情。那 AI 代理人呢，他就是小龙虾的那些脚负责把大脑想好的事情，一步一步在外面执行出来。有了手脚，AI 才算是真的活了起来。
重点来了，当 AI 真的长出手脚，可以开始做事了，那谁会是第一批被冲击的？目前看起来有2个产业可以说是已经站在海啸的第一排了。第一个，没错，就是软体业。你可能觉得 AI 写程式不就帮帮忙而已？错了。现在的 AI 代理人是强到可以从零开始，帮你把整个专案从设计到开发、测试全部包办。甚至有科技巨头露兔，他们公司内部有高达90%的程式码，现在都是交给 AI 代理人来完成的。你想想看，这对软体工程师来说压力会有多大？我跟你讲个超扯的例子，你听完就知道有多夸张。以前一间公司要把系统从亚马逊的云端搬到 Google 的云端，这种大工程大概要12个人做整整1年呢。那现在呢？一个工程师配上 AI 代理人，猜猜看要多久？1个礼拜，从144个人月的工作量直接缩到1个人周，这种效率提升根本就是开外挂了嘛。好，那第2个被冲击的产业，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关系，就是电子商务。电商的未来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样子了，它正在变成一种叫做代理商务的东西。简单讲，以前是 AI 推荐东西给你看，未来是 AI 直接帮你买。以后你可能再也不用自己在那边辛苦的滑手机比较了。这就带出一个我觉得是所有做行销、做品牌的人都必须思考的灵魂拷问：你未来到底是在对人卖东西，还是在对一个演算法卖东西？你想当买东西的变成 AI，他在乎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品牌故事、尊荣感了，他要的就是 CP 值、规格这些最硬的数据。哇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过去学的那些行销学可能都要打掉重练了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我们把焦点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。面对这么强的 AI， 我的工作到底会不会被取代？其实你未来的职涯大概就3条路可以选，一个叫 upskill 向上提升，一个叫 reskill 重新学习，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叫 deskill 技能退化。我来解释一下这3个差在哪儿。所谓的 upskill 就是你很积极的去用 AI， 把它当成你的神兵利器，让自己变成一个超级使用者。那 reskill 呢，就是你干脆换个跑道，学个新技能，比如说本来写程式的，现在去学怎么管专案。但最要小心的就是 deskill 技能退化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太懒了，什么都丢给 AI 做，自己只会问问题、整理资料，久而久之，你自己的专业能力就没了，变成 AI 的小助理而已。那问题来了，到底要怎么做才不会被淘汰？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才？以前我们都说要当个 T 型人才，对吧？就是一个领域挖得非常深，但现在不够了。在 AI 时代，你得要变成一个 Pi 型人才。Pi 就是那个圆周率的 Pi， 有2只脚，意思就是你至少要有2个以上的专业领域。我举个例子一个做行销的人，如果他又懂数据分析，哇，那他问 AI 的问题就会超级到位，他就能够叫 AI 跑出更有价值的东西。这绝对比只懂一边的人强太多了。这就是用你的广度去驾驭 AI 的深度。我们继续聊下去刚刚讲的都是我们个人，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来看看整个台湾面临的状况。台湾现在真的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。我们面临的挑战已经从以前大家常说的缺宝宝、少子化嘛，正式进入到一个更激烈的抢大脑时代。这边有几个数字，你听了可能会吓一跳，真的非常惊人。在我们爸妈那个年代，台湾1年可以生超过40万个婴儿。到了现在，这批大学毕业生，他们出生的时候，1年已经不到20万了，直接砍半那今年呢？你猜猜看，预估可能只剩下8万人左右。这已经不是溜滑梯了，这根本就是雪崩，直接冲击到我们未来的人才库。简立峰博士就提出一个很直接的数学问题，我觉得问得非常好。
他说，你想想看，20几年后，像台积电这种世界级的公司，它应该在一个每年只剩8万人的岛上找人才，还是它应该去全世界找人才？哎，这答案是不是很明显，根本不用想嘛？所以这就代表台湾企业对于出海这件事想法要完全改变了。以前我们讲出海，想的都是去找更便宜的工厂、更便宜的劳工，降低成本。但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企业出海是为了要去抢全世界最顶尖的大脑、最高阶的人才。这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了，而是攸关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。OK， 讲了这么多，最后我们回到每个人身上，来给你一份 AI 时代的生存指南。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，未来你最强的能力绝对不是执行的速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再快也快不过 AI 啊。那真正的核心能力是什么？是管理的能力。你仔细想想那些 AI 没办法取代的事情，像是什么同理心、批判性思考、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、跟别人合作、领导团队，这些东西说穿了不就是软实力吗？而这所有能力的总和其实就是管理能力。你不只要管理自己的时间、情绪，还要管理跟别人的合作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你还要学会怎么去管理 AI 这个史上最强的工具人。所以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回去想一想，在未来，你到底是只想当一个用 AI 的人，还是你想要学习成为一个懂得管理 AI 的人？相信我，这两种角色的差别会直接决定你未来在职场上的价值跟位置。好，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 AI 产业的根基比我们想的更脆弱，地缘政治的风险真的不能小看。第二， AI 代理人的出现，让 AI 从会说进化到会做，这会彻底颠覆软体和电商这些产业。第三，面对 AI， 我们个人的职涯有3条路，关键是要成为有跨领域广度的牌型人才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专业退化了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未来职场的核心不是比谁快，而是比谁更懂得管理 AI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